佟司库，你觉得这届的秀女怎么样啊？这一届参加征选的秀工都非常的不错，其中有几个的手艺更是了得。你们觉得谁的作品有资格被选为秀魁呢？我认为柳寒香的《百鸟朝凤》绣得不错。我倒认为冷雪燕的《花开富贵》比较好。佟司库，那你的意见呢？冷雪燕和柳寒香他们的作品有优点也有缺点，但是整体来说，他们两个的作品都是不可多得的上乘之作。你们的眼光都很不错，我也很赞同你们的看法。既然如此，这届的秀魁就从他们俩人之间选拔出来吧。贝勒爷，荷包，麻烦你。这冷雪燕的手艺，果然名不虚传。张彩洁、吕明玉、周小芳、程文娇、桂明丽、冷雪燕、林木儿、柳寒香、孟春竹。经过这一次的决选，以上这些人就是这一次入选的名单。至于这届的秀魁，就由李广楚来给大家宣布。经过咱们方才审慎的商议之后，大家一致认为柳寒香的《百鸟朝凤》和冷雪燕的《花开富贵》都属上乘之作，所以待会儿呢，不管是两位其中的哪一位被选为秀魁，我都要向两位说一声，你们的表现各擅胜场，彼此不分轩轾。一只蜜蜂。没想到连蜜蜂都误以为冷雪燕绣的花是真的，看来今年的秀魁已经呼之欲出了。花开富贵引来孤蜂采蜜，也许是误认；但是百鸟朝凤引来千翅万羽，看起来未必就是巧合了。我现在郑重宣布，这届的秀魁就是柳寒香。谢谢，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了。哎呀，谢谢。大伙儿能够进内务府广处司，不仅是对自身技艺的一种肯定，而且这里集天下高手于一堂。以后你们和那些手艺精湛的前辈在一起共事，必定更能增进你们的手艺。只要表现出色，就有机会晋升。若能当上司将，那是8品的官儿；当上司库，那是6品的官儿。不用读书也能光耀门楣，所以以后你们一定要好好表现。是。还有，身在宫中不比在外面，没有经过允许，不准到处乱跑。我现在就带你们去见海大人，他可是咱们内务府的总管大人。
这件作品可是出自今年秀魁之手。没错，海大人真是好眼光。我仿佛都听到百鸟的鸣叫了。今年的秀魁可谓是实至名归啊！我要好好瞧瞧。柳含香，含香在。上前2步，让海大人好好瞧瞧你。是。见过2位大人。柳含香，你府上哪里？家里还有什么人呢？含香自幼在石亭镇的乡下长大，家中仅有父母2人。哈，海大人，按照惯例，当选的秀魁该编入我们司仪库的门下。除了柳含香之外，下官还想挑选其他几位秀女，有冷雪燕、林木儿、孟春竹、周小芳、庄彩蝶、雷明玉、郑小巧、苏丽心等秀女加入我们司仪库。李广楚若是同意，本官没意见。好吧，那就依了同司库，剩余的人就等其他司库前来，再分配成各司库的将女。既然今年征选一事已抵定，那本官可得去向皇上禀报这事儿了。恭喜各位了。谢海大人。您请。这次征选办得很好，皇上那边我会替你多美言几句的。好了好了，就别送了，快回吧。谢海大人。走。李广楚。贝勒爷。啊，免礼。李广楚，你帮我看看这个荷包绣的怎么样？缝迹疏密有序，绣工也很了得。我看这针法，好像是苏绣。啊，贝勒爷，这荷包您哪儿来的？这是冷雪燕绣的。啊，原来昨天贝勒爷找冷雪燕是想让她给您绣荷包啊。贝勒爷可真有眼光。冷雪燕和秀魁柳含香都已经入选为这届秀女了。哦。从现在开始，你们就是司仪库的人了。待会儿你们回家去收拾一下东西，然后和家里人好好的团聚一下。因为你们入宫之后，想要再出宫的话，就不是那么容易的事了。3天之后，你们拿着信函准时到司仪库来报到。大家都听明白了吗？明白了。好，那现在大家都要把信函收好，可以走了。是。太好了。你好，我叫春竹啊，你好，我叫含香。含香，你的绣工怎么这么了得？以后可以教教我吗？这怎么敢当呢？以后啊，咱们还要共事的，应该彼此切磋才是啊。太好了，那我先谢谢你了。我们3天后见。3天后见。姑娘，姑娘。
雪雁参见贝勒爷。快免礼。谢贝勒爷。你帮我绣的荷包，真是巧夺天工，精致小巧，我非常满意。承蒙贝勒爷不嫌弃。啊，对了，我听说你选上了秀女，恭喜你。怎么了？你不喜欢入宫当秀女吗？不是，只是为了连夜帮贝勒爷绣荷包，弄伤了自己的手，所以丢了秀魁的头衔，正气恼自己罢了。真是对不起。不过秀魁也只是个头衔，冷姑娘你有真功夫，以后有的是机会大展拳脚。贝勒爷有所不知，我们这些民间秀女每年苦练手艺，无非就是希望在征选会上替自己争点荣誉。如今雪雁落败，心中自然有几分遗憾，不是三言两语就能忘怀的。我看不如这样吧，晚上我请你吃顿饭，一来是感谢你替我绣荷包，对你手的伤势表示歉意；再来，也希望你把不开心的事给忘掉，如何？这绣荷包只是一桩小事，雪雁可不敢劳烦贝勒爷的宴请。如果你不答应的话，我的良心可是过意不去啊。既然贝勒爷如此有心，那雪雁就却之不恭了。你说那个新晋秀女柳寒香长得很像以丹哥哥。是啊，起初奴才看到时也着实吓了一大跳，但后来问过身世，才得知这秀女呀和以丹格格无关。这件事情可轻忽不得。韩总管，你赶快去查这件事情。要是柳寒香跟那以丹格格无关便罢，要是他们有关系的话，你知道该怎么办吧？这不到了吗？先生都听娘子的。哎，怎么打烊了呢？都打烊了，还叫本少爷来做什么？少爷先息怒，我这就叫门去。有人吗？有人吗？葛太参见太子。哎，在外叫我少爷，我不想暴露身份。啊，敢问，少爷，怎么会和我两位哥哥到这里来了呢？这地方就你一个人能来啊？哎，走开，走开。哎，这什么时辰了，你们就打烊了，还做不做生意了啊？不好意思啊，我们店里有些事情关门了，要不你们下次来吧。八部，这就是你说可以媲美丝衣库的地方。本少爷在丝衣库还没吃过这种闭门羹呢。少爷请息怒，我再去叫门。今天非要他们做少爷的生意，好不好？哎，大哥，既然他们说今天有事，我们就不要打扰他们了，不如明天再来吧。哎，你的意思是说本少爷不懂得礼数是吗？葛太，你这样对少爷太无礼了吧？甭跟他废话，我先教训教训他。哎，等等，你们不是自家兄弟吗？啊，干嘛对自家人这样啊？少爷有所不知，我们早就怀疑葛太是阿玛从外头捡回来的。他是你阿玛捡回来的，这怎么回事啊？阿玛虽一度与以丹格格谈及婚嫁，但始终没结成亲。我们后来经过推算，阿玛续弦的时间和葛太出生的时间怎么算都不对，所以呢，我们才……啊，原来如此啊！怪不得本少爷从小看你们俩跟这小子一点都不像，原来还有这么回事啊！嗨，这些都是家丑，让少爷见笑了。你们住口！我不许你们再这么胡说！葛太，不要给脸不要脸！我今天要好好教训你！呀！
会是刚才那几个人发生什么事情了吧？怎么回事啊？韩香，你别多管闲事了。没事，我就出去看一看。混蛋！你竟敢撕了我的衣服！你知道这衣服是谁送给我的吗？那是皇上赏给太子的，还不快跪下请罪！否则，上头怪罪下来，看你怎么向阿玛交代！快跪呀！混蛋！少爷，算了算了，你不要欺人太甚啊！这只不过就是一件衣服，你干嘛这么欺负人嘛？哎，我说姑娘，你打哪儿来的？怎么这么跟少爷说话呀？哎，巴布，跟姑娘家讲话应该客气点吧。姑娘，不是我欺负人，而是我这件衣服不是常人所有，不是你有银子就能买得到的。买不到啊？那补补不就好了嘛？仗势欺人，算什么英雄好汉啊？哼，我敢说这京城里没有一个人能把我身上穿的这件衣服补好。我说你这个人说话真是强词夺理啊！补一件衣服又有什么难的呀？我看，不如这样吧，你把你这件衣服交给我，3天之后呢，你到御锦绣坊来取，我保证一定让这衣服缝补如新。当真？当真。怎么啦？你想反悔啊？不，既然你这么想替这小子出头，那我可把丑话说在前面。如果你做不到你所说的缝补如新，那我就要你以身相许。刘姑娘，不要，你不要趟这趟浑水。如果你不同意，那这笔账我可就算在这小子身上了。好，我答应你。好。好，3日后我就到你御锦绣坊来拿衣服，你可要说到做到啊！咱们走。不好意思，麻烦你了。哎，你的嘴巴流血了，来，我帮你擦擦吧。啊，怎么了？很疼啊？不是。对了，你之前不是看我不顺眼吗？你刚才为什么又替我出头呢？我之前虽然对你印象不太好，不过呢，刚才他们人多欺负人少，就是不对了。这样看来，柳姑娘还是很有正义感的。但是，你知不知道你刚才得罪的是什么人呢？我管他是什么人啊，只要他不讲理，做的不对，我就是看不下去啊。哎，别说了，我看那些人不好惹，快跟我回去。哎，少爷，敢问少爷，刚才为何要答应那名小女子的请求？方才那柳姑娘虽然泼辣了些，不过很合本少爷的胃口。少爷，那衣服可是皇上所赐，那女子上哪儿找一模一样的布料来缝补？看来少爷肯定能得到那姑娘。高啊，实在是高啊！韩香，哦，容姨，你还没睡啊？是啊，我到了房间才想起来，忘了把贺礼给你了。容姨，谢谢你了。那我先打开看看。啊，这不是容姨一直视为宝贝的金角剪吗？
这个礼物太过贵重了，我不能收啊。工欲善其事，必先利其器。我既然把它送给了你，就是希望你能用它做出更多精美的作品。如果你不收，我是会生气的。那就多谢容姨的美意了，我一定会好好善用它，做出更多漂亮的衣服来。我拭目以待。对了，容姨，您见多识广，有没有见过这种布料啊？汉香，我知道你爱打抱不平，可是你是要入宫的人了，万一你得罪了不该得罪的人，别说你的前途堪虑，恐怕连你的性命都难保。容姨教训的是，不过呢，现在事已至此，多说也没有用。容姨，你赶紧帮我看看吧。这衣服的缝线和布料均是上乘之选，咱们普通的绣坊是很难见到的。我想，这应该是皇宫里的丝衣库为了特别的缘故专门定做的布料吧？啊，丝衣库的布料啊，那我去哪里弄啊？哎呀，完了完了完了！我之前居然还夸下海口，说是3日之内就完璧归赵，这下可真的惨了。该死，我明明记得有啊。韩香，你有没有找到啊？没有啊，不是图案不同，就是质料不对，花色也不一样啊。怎么办？这是咱们御锦绣坊所有的布料了。啊，打扰了。啊，这件东西是格泰贝勒爷送给柳姑娘的。啊？既然东西已经送到，那么在下就告辞了。哦，谢谢你啊，慢走。容姨，这也太奇怪了吧？你看，这件衣服的布料跟这件破损的是一模一样，可是格泰怎么会有这样的衣服呢？现在这件衣服是谁送的不要紧，眼下最要紧的是研究它的针法，赶快把衣服补好才是啊。少爷，您今儿个心情似乎特别好，是不是有什么开心事儿啊？跟我们说说。你是装傻呀，还是真蠢呢？啊，今日就是3日之约的期限了，我料那柳姑娘她肯定会失败，到那个时候她就得，她就得说恭喜少爷，贺喜少爷。我看上的女人，还没有一个能逃出本少爷的手掌心儿的。哎呀，那是那是。哎，我们现在就去御锦绣坊。好，行，走走。怎么样，衣服都补好了，没有问题了吧？柳姑娘呢？叫她出来。啊，韩香她不在，更何况按照您的约定，已经把衣服补好了。大爷，您就不必再找她了吧？哎，你好大的胆子！你知道在跟谁说话吗？啊！哎，识相的话，快叫柳姑娘出来。哎，好了，别说了，我们走。哎哎。少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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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为什么不让咱们问出柳姑娘的下落呀？是啊，那老板娘要是知道您的身份，哪敢不说呀？哎呀，方才那个绣坊里面太多的闲杂人等，万一有人认出我，呈报上去，让皇阿玛知道了，那我可就糟了。是啊，哎呀，早就听闻圣上对您管教是极其严格，哎呀，果然是真的。少爷，您放心，这些包在我身上，我一定把柳姑娘的底细摸清楚。
行啊，你小子越来越机灵了。哎，看见了吗？抬头那位就是今年的秀魁。听说历届的秀魁个个态度跋扈，最难相处了。可不是吗？参见同司库。这几位就是这一届新进的秀女，大家以后要一起共事，难免会有摩擦，但我希望大家能够上下一心，不要发生勾心斗角的事情，知道了吗？是。好了，现在我给大家介绍新人。大家都听说过百鸟朝凤图的事了吧？那正是出于本届秀魁的巧手，柳含香。含香新进司医库，还有很多不懂的地方，请各位姐姐们多多指教。第二位就是冷雪燕。雪燕这次参与征选的《花开富贵图》，也受到了四方好评，差一点就成为了今年的秀魁。各位姐姐好。接下来依次是孟春竹、林木儿等。乌兰、桑华，你们带新进的秀女分配房间吧。是。你们去吧。是。咱们的房间到了，走进去吧。含香，怎么，你还没找到伴吗？我还没有呢。雪燕，要不然你就和含香同房吧。我已经跟木儿同房了。是啊，我和雪燕，我们两个先回房去了啊。乌兰姐，你去哪儿了？怎么这么慢才来？对不住，方才我那急。下次记得要通报，知道吗？是。你愿意和含香一起住吗？愿意啊，如果含香不介意的话。我很愿意。好，那你们先回房，把包袱放下，检查下有没有损坏或缺失的用品。有损坏的话，尽快告诉我。半刻钟后，咱们在庭院集合。是。走吧。那我们走吧。走吧。按照惯例，新来的秀女要轮流负责司仪库扫地、擦地的活儿。你们新来的9个人就抽签决定负责杂役的先后顺序吧。是。大伙儿别抽了，这种事情让我来吧。那怎么行啊？说好抽签的，就应该照办。好，那今天的杂役就交给春竹了。大家也不要心存侥幸，这种杂役的活儿早晚会轮到的，知道吗？是。含香，你怎么了？看起来心情不太好。春竹，你也太好心了吧？说好了大家轮流做的，你干嘛非往自己身上来啊？这种事情我在家里都做惯了的，你放心，不要紧的。真的吗？这个春竹这么傻，到底是怎么通过征选的？就是，我也弄不明白。你们都跟着我，我先带你们认识一下司仪库的环境。午膳过后，再带你们去熟悉皇宫。是。宫里头以乾清门为区隔，南是外朝，北是内廷。而咱们平时进出皇宫，大多是走西华门，但是不管是西华门、东华门还是午门，皆由曹提督所管制。所以大家见到曹大人的时候，一定要打声招呼，可不能没礼貌，知道吗？是。另外，
咱们秀女平时只待在内廷中，所以要记清楚乾清宫、交泰殿和坤宁宫两侧东六宫、西六宫的路。其中最该注意的是皇太后的宁寿宫、皇贵妃的忠粹宫、宣妃和静妃的延禧宫和永和宫，还有太子妃的裕庆宫。我这样说，你们听懂了吗？光用说的，你们会有些迷糊，是正常的。这样吧，咱们先到前面的亭子休息一下，待会儿我跟三华再带大家逐一走一遍吧。谢谢乌兰姐、三华姐。哎，咱们去那边吧。走，咱们跟着他们。好。这些秀女啊，也不知道都是些什么人。就是啊。哎，那不是咱们同乡的春竹吗？走。春竹，你还真选上秀女了，傻姑也能熬出头，怕是明日太阳要打西边出来了啊！站住！快去给春竹道歉。韩香，算了，你没有看见他们刚才讲话那么无礼吗？太过分了。哟，新来的秀女说话可真大声啊！是啊，凭什么要咱们道歉？你们新来的秀女就了不起吗？就是，走。哎，不许走！哎，你们不道歉，我就不让你们走。韩香，不能走！别这样，你们要把你们干什么呀？好了好了，算了什么呀？你们太欺人了！怎么能这么说话呢？什么呀？怎么啦？我们说什么了？就是啊，太欺人了！韩香，你们今天必须道歉！你们太欺人了！别这样，快走！算了，别这样，必须把话说清楚！放开我们！干什么？哎呀，别这样，必须道歉！咱别想走！别这样，求求你们了，别这样！好了好了，放手啊！把话说清楚！哎，否则别想走！我跟你们讲道理，你们怎么不听呢？干什么呀？你们怎么不讲理呀？韩香，哎什么？你们站住！娘娘，这说话真是太没有道理了！这谁扔的鞋子？太子妃娘娘，你们谁扔的鞋子？要是本宫肚子里的孩子不保，本宫就要他人头落地。你们不肯说是吧？好，珠儿，给本宫一个一个查。是。春竹，你的鞋。春竹，你把我的鞋穿上吧，快呀！贝勒爷，啊，曹提督啊，我阿玛刚从江南回来，顺便带了这2盒西湖龙井，要献给皇太后。哦，这个就是传说中的龙井18御茶呀。正是。啊，曹提督，我特地帮您也留了1盒。哎呦，您客气了。哎，多谢贝勒爷。哎，你们几个快帮贝勒爷提东西。是。哎，不用麻烦了，我自个儿提就行。好，那好，贝勒爷请。原来是你，娘娘，找到凶手了。你是哪个司库的？回太子妃娘娘的话，奴婢是司衣库的秀女柳含香。这个鞋子是你的？是，这鞋子是奴婢的，没错。不过，这鞋子不是奴婢丢的。你还敢狡辩？珠儿，给本宫掌嘴。是。住手！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，贝勒爷，你评评理，这个柳含香初入宫中就如此放肆，是不是太过分了点呢？太子妃娘娘不要这么激动，小心动了胎气。再说，扔鞋的未必就是掉鞋之人。总之，
不管这个鞋子是谁扔的，本宫一定要他给个交代。我看这样吧，先请御医过来，给太子妃娘娘诊断一下。至于调查是谁丢的鞋，就交给我吧。没想到格泰竟然是贝勒爷。韩香，其实你没必要替我顶罪，反正鞋又不是我们扔的，你不要担心。犯事的人好像一点也不愧疚啊。就说秀奎哥哥跋扈、目中无人，连累咱们罚站也就算了，还把咱们司医库给扯进来了，哼，真是个祸害。是啊，现在连贝勒爷也扯进来了，这下咱们可完了。参见贝勒爷。免礼。谢贝勒爷。方才是谁扔的鞋子？如果现在肯承认的话，我还可以从轻量刑。既然没有人肯承认，今日之事我还会继续调查。不过，在事情尚未查出真相之前，我希望大家别无中生有，造谣生事。如果被我发现有人知情不报，嫁祸他人，我绝对不会轻饶。听清楚了吗？听清楚了。都下去吧。谢贝勒爷。雪雁，走吧，走吧。到底是谁呀？这我哪查得出来吗？参见贝勒爷。免礼。听到你这样称呼我，还真是有点不习惯。韩香之前多有冒犯，还请贝勒爷见谅。之前你也是为了帮我吗？太子妃娘娘可安好？你放心吧，由于我阿玛身体一向不好，所以我略通医理。依我看，太子妃娘娘应该没事，否则她哪有力气差人打你呢？啊，那韩香先行告退了。奴婢告退。走。你们说这几天怎么就……奇怪，格泰怎么往宁寿宫方向走啊？他没事去找皇太后干嘛呀？哼，说起这事儿，我也来气。你说我阿玛这次下江南带了西湖龙井茶回来，却把献茶叶给皇太后这么重要的任务交给格泰，真不知道阿玛是怎么想的。你们不是说格泰不是烈亲王亲生的吗？那王爷对格泰怎么这么好啊？对了，太子殿下，我们已经打听到柳寒香的下落了。哦，那还不快说？原来那个柳寒香啊，是今年的秀魁，现在已被选入宫当秀女了。
这会儿应该待在司役库了。哦，原来是秀魁呀！对呀，怪不得他当时敢夸下如此海口。哎，太子殿下，要不咱哥俩帮帮忙？不用了，这宫里头可是本太子的地盘，我还怕他能逃出我的手掌心儿吗？是。啊，好了，你们先回去，有事儿我再传你们。哎，是。参见太子殿下。免礼吧。你带林太医去哪儿啊？娘娘她被人欺负了。怎么样？胎儿及母体均安，请太子、太子妃娘娘放心。啊，谢谢你，林太医，你退下吧。臣告退。珠儿，你快去问问葛太贝勒，看看他在司仪库那群胆大包天的秀女之中，揪出了凶手没有？尤其是那个柳含香，她嫌疑最大，知道吗？是。哎，等等，不用去了。你为什么不让去啊？我跟你说，前几天那个葛太把我惹怒了，我把他给打了一顿。你说他能真心帮你找到凶手吗？我看啊，你是被他给耍了。什么？那我自己去。哎，你可别乱跑，万一动了胎气怎么办？这等小事儿，算了吧。那太子是让我白白受气了。我不是这个意思啊。总之这件事情呢，我是不会善罢甘休的。太子要是疼我的话，就应该帮我找出那个凶手。好，好，好，我依了你。我有空去司仪库看一看，这样满意了吧？你们才刚进宫，就给我惹出这么大的麻烦来。太子妃娘娘如果降罪下来，我们司仪库怎么担当得起呢？乌兰，你身为司将，竟然失职，理应带头受到惩罚，你可知错？乌兰知错。佟司库，并不是乌兰的错。明明是有人少了鞋子，却不愿意承认，才拖累我们的。你指的是谁？葛太贝勒说，事情没查清楚之前，不让我们乱说。佟司库，是我的错，你就不要再责罚乌兰姐了。你这么说，意思就是那鞋子是你扔的了？是。好，你们其他人全都起来。是。柳含香，你早点承认不就没事了吗？害得乌兰为你受罚。我住手。是。乌兰，把水桶交给含香。是。含香，既然你知道错了，我就罚你顶着水桶，在门口罚跪。今晚不准吃饭，你可有异议？含香愿意接受惩罚。我警告你，宫里有宫规，你别以为你顶着秀魁的头衔就可以没了分寸。
柳寒香，你怎么刚来就闯祸？真是咱们四夷户的害群之马！哎，木儿，要回房吗？一起走吧。寒香，你为什么要认错？那鞋子又不是你扔的。我看到乌兰姐实在是撑不住了，所以你就大发善心了。哎呀，你不要再说了，我现在就到门口罚跪去了。嗯。木儿，你怎么了？刚才我就觉得你怪怪的。其实那个鞋是我扔的。什么？居然是你扔的？嘘，小声一点儿。我就是怕受罚，所以一直不敢承认，没想到却害了乌兰姐跟韩香。雪雁，你说我应该怎么办呀？木儿，事已至此，你就顺其自然吧。可是，哎呀，你就别愁了。若你现在说了，只会被罚得更重。反正那个柳寒香愿意顶罪，你就让她去当圣人吧。这汤色清澈，茶香温醇，入口回甘。好茶好茶。别忘了回去谢谢你阿玛，就说哀家很满意他送的这些茶。是皇太后。皇太后，你怎么突然叹气了呢？哀家突然想起你阿玛，觉得有点伤感。我阿玛，此话怎讲？你阿玛也怪可怜的，当初她一心想娶以丹进门，但到最后，这桩婚事还是没成，真是遗憾呐。所以这些年来，哀家就再也没有见到你阿玛笑过。哦，原来我阿玛是因为思念以丹哥哥，所以常常闷闷不乐。我还以为是他身体不好才不爱笑的。这都是些陈年往事了，我们不再提了。不如说说你吧。说我？说我什么？你一表人才，也到了该成亲的年纪了，可有心仪的女子啊？你的嘴巴流血了，来，我帮你擦擦吧。怎么了？很疼啊？这样看来，柳姑娘还是很有正义感的。但是，你知不知道你刚才得罪的是什么人呢？我管他是什么人啊！只要他不讲理，做的不对，我就是看不下去了。你看呀，你这模样就已经告诉哀家了，肯定是心有所属了。男大当婚，女大当嫁，有什么好害臊的？不过你可要加把劲儿啊！哀家年纪大了，没有几年光景了，哀家真是很想喝到你的喜酒啊！皇太后，您别这么说，您万寿无疆，一定会长命百岁的。你这孩子可真会说话。不过哀家这次是认真的，别让哀家等得太久了。
柳寒香，我警告你，你要想安稳的在司仪库待下去，最好给我老老实实的谨守本分。再让我发现你耍什么小动作，我吴兰绝不饶你。听见没有？听见了。是谁在这里受罚呢？参见太子殿下。这个无礼之徒，竟然是当今的太子殿下。柳寒香啊，见到太子殿下还不行礼？啊，是。参见太子殿下。赶快免礼。谢太子殿下。我们又见面了，还真是有缘呢。太子殿下怎么会突然来司仪库呢？哦，本太子是为了柳寒香的事而来的。柳寒香，速速跟我进去见同司库。是。参见太子殿下。免礼。太子殿下，关于柳寒香冒犯了太子妃一事，是卑职失职，没能善尽监督之责，才让……我正是因为这件事情才来找你的。这只不过是一件小事嘛，何必大惊小怪的呢？这是场意外，没什么好追究的。再说了，你看柳寒香这么纤弱，你怎么能忍心让她在太阳底下顶着水桶呢？你也太不怜香惜玉了吧！太子殿下，您不是来兴师问罪的吗？怎么会兴什么师问什么罪啊？我说你没罪，你就没罪。佟素顾，本太子刚才说的话你都记着了啊，这事儿就这么算了。那太子妃娘娘那儿，就请太子殿下多替寒香说几句好话，否则就怕……哎呀，我不是说过这是件小事了吗？你们俩不用担心，这事我来顶着。谢太子殿下。好了，今天这事儿就这么算了。不过本太子来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交代。本太子已经决定，要纳柳寒香为侧福晋。太子殿下，您别说笑了。寒香她才刚入宫没多久，她连宫中最基本的礼仪都还没有学会，她哪有资格？哼，怎么？本太子决定的事，难道还要经过你佟司库同意不成？不敢。不敢就好。小顺子、小柳子在，把柳寒香给我带走。是。佟司库，我不当什么侧福晋。佟司库，我不去。佟司库，这事儿不能张扬，否则有你好看的。走。佟司库，太子殿下，太子殿下，寒香感谢您的抬爱，不过请太子殿下成全，让寒香留在司仪库吧。毕竟在这里做事才是我最喜欢的。哎，你要真喜欢司仪库没问题，等本太子登基之后，整个司仪库都交给你管理，到时候你爱做什么就做什么啊！带走。佟司库，我不去，救救我，救救我！我不去，你松开！佟司库，救救我呀！寒香，寒香，我不去，救救我呀！佟司库。绣得怎么样了？快好了。乌兰，不好了！三花怎么了？为什么大惊小怪的？我刚刚看见柳寒香被太子殿下带走了，不知道是不是要押她去治罪呢？这下糟了呀！这事儿可大可小，但太子妃娘娘向来度量狭小。啊，寒香，该不会被拉去砍头吧？什么？沫儿，冷静点。糟了，看太子殿下刚才那么坚决的样子，不像是开玩笑的。我该怎么救寒香才好？佟司库，参见贝勒爷。快免礼。寒香在吗？我有事要找他。贝勒爷，刚才太子带走了寒香，我拦都拦不住。太子说要纳寒香为侧福晋。侧福晋？
太过分了，简直欺人太甚！太子殿下这次的确过分了一点，所以我才来找太子妃娘娘。这件事，只有太子妃娘娘能够阻止殿下。原来应鸾早就对柳寒香有好感，难怪他会让我饶了他。哼！贝勒爷，珠儿，你们俩赶紧跟我前去南三所。是。太子殿下，你不要过来！怕什么？本太子会好好对你的。等你成了本太子的侧福晋之后，你有享用不尽的荣华富贵，这可是全天下女人都梦寐以求的恩赐，这点你都不懂吗？太子殿下，奴婢只想留在四夷库，还请太子殿下成全我这小小的心愿吧。你让本太子成全你，那你也得先成全一下本太子吧。不！不要！干什么？住手！你怎么来了？太子妃，不知羞耻的狐狸精，竟然在我的眼皮子底下勾引太子！我没有，还敢顶嘴！住手！注意你的身份。身份？你还知道自己的身份啊？看看你干的好事！我又没干嘛。你还敢狡辩？贝勒爷已经把这件事全告诉我了。你想纳侧福晋是吧？你有没有良心啊？我肚子里还怀着你的孩子呢。你倒好，去外面找别的女人风流去了。这叫什么话？历代哪个君王不是三妻四妾？本太子纳个侧福晋不为过吧？好啊，你为了一个秀女跟我吵是吧？那今天我就好好跟你算这笔账。贝勒爷，把柳寒香给我带走。是，站住！没本太子的允许，谁也不能带走柳寒香。应鸾，你要是执迷不悟的话，休怪我把这事上报。要是皇阿玛知道了这件事情，会有什么样的后果？你最好想清楚。你敢威胁我？贝勒爷，还不快带走柳寒香！是，太子妃娘娘，我们走。站住！应鸾，你还不死心啊？瞧瞧你这副德行，真难看。你有完没完？没完。你说，今天这个事儿，你非给我一个交代不可。哼，笑话！本太子要纳侧福晋，难道还需要你同意啊？这话可是你说的，要是出了什么事儿，你可别后悔。胡闹，真是太不像话了！看看你干的这丢脸的事儿，身为太子，却不知自重。万一你想轻薄秀女这事儿传了出去，你自己不要脸也就算了，你要朕这张老脸往哪儿摆啊？皇阿玛，太子年轻气盛，这次会犯错也是一时冲动。念在太子初犯，您就原谅太子这回吧。印禳，因你额娘的关系，朕对你关爱有加，而你却不思进取。哎。罢了，朕这回就饶了你，再给你一次机会。谢皇阿玛开恩。还有，今天这事儿谁都不许对外透出半点风声，以免损及皇室威信，明白吗？是。哎呀，别哭了，别哭了！你看你，怎么哭得像个泪人似的？刚才你要晚来一步，我都不敢想象，后面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。你放心，不用怕，从今天开始有我在，以后我绝对不会再让任何人欺负你了，就算太子也一样。谢谢你。你怎么还留着这条手绢啊？
上次你救我，帮我解围，这份恩情，我一直记在心头，所以我就把这条手绢留在身边，当做纪念。对了，那贝勒爷的伤好点了吗？好了，早就没事了。不过话说回来，其实我们俩还真有缘。你还记不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时的情景啊？我记得呀，怎么会忘了呢？不过真是对不起啊，那个时候我不知道贝勒爷真正的身份，差点就冒犯失礼了。还请贝勒爷大人不计小人过，千万不要放在心上啊！你在说什么？我不是早就跟你说过没关系的吗？不过我担心你今天得罪了太子，以后的处境就危险了。不如我帮你想个办法，把你弄出宫。不，我不想离开这儿啊。但是万一日后太子又找上你，我怕你会有更多的麻烦呢。我想，这次既然惊动了太子妃，那太子一定会收敛很多的。再说了，能够在司衣库做事，是我这辈子最大的梦想了。我不想因为这点小挫折就放弃。那好吧，既然你这么坚持，我也不阻止你。不过你记住，人在宫中呢，不比外头。这深宫大院有很多的规矩，以后你可得更加小心。嗯，我知道，多谢贝勒爷的关心。别这么见外，以后叫我格太好了，别叫我什么贝勒爷了，知道吗？这样不太好吧？我让你叫的，有什么不好的？那好，那韩香恭敬不如从命了。格太，这样就对了。啊，我送你回司衣库吧。哦，不用了，我自己回去就可以了，不用麻烦你了。不麻烦，其实我送你回去还有其他的事情要办。走。看这个给我，哎，这个药药我盖好了，好，给你看一下。雪夜，韩香被送回来了。难道太子妃原谅了柳寒香？好像是吧。韩香好像并没有受到处罚，只是格太贝勒和佟司库在大厅不知道在说些什么。哦，就是这样了。我知道了，这件事情我不会张扬出去，否则的话对太子和韩香都不好。还有，有人拿鞋子丢太子妃娘娘一事，虽然我还没有查出是什么人干的，但我相信一定不是韩香做的。但是韩香她已经向我承认了是她做的。贝勒爷，你为什么这么肯定这事不是韩香做的？因为我发现韩香穿的那一双鞋子根本就不合脚。韩香那个人就是喜欢替人出头，打抱不平。我相信他是替人顶罪。佟司库，你千万不要怪罪他。没想到，原来是我误会了韩香。韩香她真的是心地善良。贝勒爷，你好像跟韩香很熟似的。没有，我只是希望好人有好报。啊，佟司库，以后你要多多照顾韩香，知道吗？知道。啊，另外，我还有一事相求。什么事？贝勒爷尽管吩咐。我想见冷雪燕。上次想请你吃饭没有请成，这个是多谢你替我绣的荷包，谢谢你。贝勒爷，您客气了。那我就不打扰了，告辞。恭送贝勒爷。雪燕，能不能把那块玉佩给我看一下？可以，不过要小心点啊。嗯。哇，好漂亮的玉佩啊！佟司库，听说韩香回来了，我能不能去看看她？可以，去吧。雪燕好羡慕，真羡慕你，真好看。好了好了，你真是好，大家都快去做事吧。好，走，坐
是的。韩香，韩香，春竹，真是谢天谢地，还好你没事，否则我会内疚一辈子的。傻瓜，什么内疚一辈子啊？你看，我这不是没事，好好的吗？可是太子殿下突然把你抓去，真的什么事都没有？他没有说什么吗？你看我，你看，你看，哪有什么事啊？你呀，就不要再替我担心了，好不好？那就好，那就好。